我叫美流，那时候我还很年轻，村里人突然就说我不干净，仅仅是因为一些闲话，一些嫉妒的目光，他们连会都不开，也不问我一句，就把我赶了出去。那天晚上雨下得很大，我抱着仅有的几件衣服，沿着泥泞的小路走到村子边上，一间废弃的小屋。从那天起，我就一个人住在那儿，屋顶漏风，冬天冷得像冰窖，夏天热得喘不过气。我每天砍柴、挑水、种点菜，日子过得安静也孤单。偶尔远远看见村里的灯火，我会想，他们是不是已经把我忘了？几年过去了，又是一个特别热的夏天，村里的庄稼全蔫了，稻田干得裂开大口子。老人说这是神灵在生气，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。他们聚在一起商量，最后想起了我，那个被赶走的女孩。他们觉得把我献出去就能换来好收成，就能让神灵息怒。那天黄昏，他们来了，一大群男人，年纪大的有，年轻的也有，穿着旧和服，有的还戴着那种老式的木头面具，看起来又严肃又有点滑稽。他们敲开我的门，没说太多话，就把我带走了。我没反抗，也没哭。我知道反抗没用，他们人多，我一个女人怎么斗得过？他们把我带到村里最大的一间和室，榻榻米铺得干干净净，角落点着香，四周挂着纸灯笼，烛火一闪一闪的，屋子里全是男人，围成一圈，空气闷热，混着汗味和香味。他们说这是献祭，是为了村子好，为了大家能活下去。他们把我放在屋子中央，慢慢解开我的衣带，像在完成什么神圣的仪式。他们以为我会害怕，会求饶，以为我只是个用来赎罪的工具。一开始我确实怕他们的手碰到我的时候，我全身发僵，像块木头一样躺在那儿，任他们摆布。他们的动作很慢，很小心，像在对待一件易碎的贡品。我闭上眼睛，心里空空的，只想着快点结束吧。屋子里很安静，只有呼吸声和衣料摩擦的声音，烛光在纸门上晃，影子拉得很长。可慢慢的，我发现不对劲了，他们的呼吸越来越急，眼神开始变了。本来还带着点庄重，像在祈祷，可没多久那种庄重就没了，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东西，一种控制不住的渴望。他们开始急切起来，手的动作不再温柔，声音也低沉下来。我睁开眼，看见他们脸上的面具一个个掉在地上，露出真实的表情，迷乱饥渴，像很久没吃东西的人突然看见了食物。我忽然明白了，我不是他们以为的祭品，我才是那个能点火的人。那一刻，我心里有什么东西醒了，我不再只是躺着不动，我开始回应他们，开始用眼神、用动作引导他们，我让他们靠近，又在他们以为得手的时候稍稍退开一点，我让他们以为自己在掌控，却在下一秒把节奏抢回来。他们越想抓住我，越陷得深，他们越想用我来赎罪，越被我拖进更深的漩涡。屋子里越来越乱，烛火还在跳，可影子已经扭曲得不成样子。他们围着我，像一群飞蛾围着火光，一波又一波扑上来。我坐在榻榻米上，有时跪着，有时躺着，身体被他们包围，可我的心却越来越清楚，越来越有力。我能感觉到他们的力气一点点被抽走，能看见他们眼神从狂热变成迷茫，最后变成空洞。夜很深了，外头好像有篝火的声音，隐隐约约传来鼓声，像在给这场仪式伴奏。我听见有人低声喊我的名字，有人喘着气求我别停，有人已经说不出话，只能倒在一边看着。我没有停，我知道，这就是我的力量，不是神赐的，也不是诅咒，就是我自己有的东西。它能让男人疯，让他们心甘情愿地烧自己。后来屋子里安静下来，只剩烛火噼啪响和此起彼伏的喘息声。他们一个个瘫在那儿，衣服乱七八糟，眼神像丢了魂。我慢慢坐起来，头发散在肩上，身上全是汗，可我一点也不觉得累。我看着他们，看着这些曾经把我赶走的人，现在却躺在我脚边，像被抽干了力气。天快亮的时候，他们默默收拾东西走了，没人看我，也没人说话。
门外天边泛起一点白，空气凉了些。我一个人留在那间屋子里，榻榻米上还留着凌乱的痕迹。我站起来，走到纸门边，看着外头的村子。远处稻田还是干的，可我心里知道有些东西已经变了。他们或许还会来，或许不会，但我知道我再也不是那个被赶走的女孩了。我找到了属于我的东西，那种能让男人神魂颠倒、甘愿焚烧的东西，它让我完整，也让我自由。从那天起，我还是住在村郊的小屋里，但我不再孤单，因为我知道，如果我想，我随时可以点起那把火，而他们永远都逃不掉。